Silver. Silver up 35%. Prices are on fire. 10月17日，国际银价突破53美元每盎司，创下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如果你家里有比较多的银饰品，那么恭喜你，今年白银已经涨超80%。当大众的视野还聚焦在黄金上的时候，白银的涨幅已经悄悄超过黄金，成为资本市场上最靓的仔。这么多年不声不响的白银，为什么突然就坐上火箭了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摸鱼。白银的影响因素比黄金更复杂一些。除了和黄金一样是抗通胀和避险资产之外，白银还有大量的工业需求。而近期，美国把白银列入关键矿产清单，以及印度的哄抢，加剧了白银流动性的枯竭。就在最近，白银的投机市场还发生了史诗级的逼空。本期视频，我将一口气讲懂上面的内容，让你弄清楚白银为何疯涨。这一次，摸鱼看了成吨的资料，把数万字的内容浓缩成了10分钟的干货，为大家提供尽可能详实的数据和分析思路。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还请点赞收藏支持一下摸鱼，谢谢了。 上期视频，摸鱼给大家讲了黄金的分析框架。近半个世纪以来，黄金一直是最主流的资产之一。当货币贬值，人们就会拥抱黄金，因为钞票越印越多，但是黄金的数量是基本不变的，价值长期稳定。当发生战乱，人们也会囤积黄金避险，因为身处乱世，各种资产都会不安全，只有黄金是可靠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好像很少有人提及白银。实际上，白银和黄金是高度相似的。 黄金有的功能，它基本上也都有。从稀缺性来看，平均每吨地壳中，黄金的含量只有约 0.0043 克，白银的含量约有 0.001 克，而同样是贵金属，铜的含量约为63克，是白银的6000多倍。至于铁和铝，它们在地壳中的含量分别是白银的400多万倍和800多万倍。黄金和白银的稀缺性在一众金属中可谓是断崖式的领先。而且有意思的是，黄金和白银的物理属性也很相似，它们刚好处于元素周期表的同一列，也就是同族元素。 金银都具有优良的导电性、导热性和延展性，而且化学性质稳定，不像铜和铁容易生锈。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再加上它们可以长期保存，所以金银都是储藏和流通价值的优秀载体。所以按道理来讲，它们是同一类资产。白银也可以抗通胀，也可以拿来避险。但是为什么我们一般都是听到大家买黄金，而很少听到有人囤白银的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根金条的价值相当于100根银条。 今天金价已经来到了1000元每克。如果你想携带100万元的资产出门，那么身上揣上1公斤的黄金就实现了。而如果是白银的话，大约是85公斤，它可能比你本人还要重，你需要拿一个小车来拖着走才行。黄金由于单价高，当大型资本想要投资，或者富人想要囤积财富，都会首选黄金，而白银就显得过于笨重了。 所以久而久之，黄金成为了一种主流的资产，在金融市场上广为流通，而白银则相对冷门。但是，金银涨价的逻辑是相通的。当一个事情对黄金是利好，那么对白银也同样是利好。只是由于黄金更热门，受众更广，所以金价的表现更为活跃，而白银的价格往往是跟随着黄金涨跌的。一般来说，黄金的价格是白银价格的50倍到80倍之间，这个比值被称为金银比。当金价过高的时候，白银就显得很有性价比。 比如，当金银比突破了80，这意味着金价是银价的80倍。人们就会想，金价在短期之内已经涨太多了，而白银还在价值洼地，要不要也囤点白银呢？所以，银价往往在黄金暴涨之后进行补涨。从2015年到2025年，黄金的价格从200多块钱出头一克，涨到了最高的1000元一克，翻了接近5倍。而白银从3块钱一克涨到了今年的最高12元一克。 只涨了4倍，也就是说，白银相较于黄金涨少了。近10年以来，金银比不断扩大，尤其是今年4月到6月的时候，金银比一度超过100，这说明黄金严重过热，或者说白银被严重低估了。到目前为止，金银比仍然在83的高位，所以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资金疯狂涌入白银，开始了补涨。截至10月中旬，白银的年内涨幅已经达到了85%，而黄金的涨幅为60%。 不过，金银联动只是白银上涨的第一个因素。除了贵金属的身份以外，白银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由于工业需求不断扩大，而白银的供给有限，供不应求之下，白银正在越来越稀缺。我们对比一下黄金和白银的需求，你会发现它们的差别非常大。黄金是一种纯粹的资产。2024年，有40%多的黄金被用于珠宝首饰，有20%多是用来抵抗通胀的投资品，还有20%多是全球的央行囤积作为资产储备。只有极少数的黄金是被用在工业领域。虽然黄金的物理属性也挺优秀的，但是这玩意儿太贵了，拿黄金当原材料，成本根本就压不住。但是白银不一样，大约有60%的白银被用在工业领域，只有少部分是用在珠宝首饰和投资。因为白银比黄金便宜得多，人们更愿意去发掘它的实用价值，尤其是在电子电器领域，白银凭借着它优秀的导电性、导热性、延展性和稳定性，简直就是天生的王者。
我举个例子，比如处理器芯片，我们知道芯片其实就集成电路，各个元器件之间是需要通过线路连接来传输信号的，这个线路传输信号的速度越快越好。而白银的电阻是所有金属里面最低的，大约只有铁的1/5，这意味着白银是最好的导体。电子如果在其他金属里面流通，就好比车辆行驶在有障碍物的路上，时不时要转弯和碰撞，而电子在白银流通的时候，就好比在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上，不仅快速，而且信号稳定，同时功耗还低。同时我们知道芯片在高速运转的时候会发热，对散热有一定的要求，而白银的导热性也非常优异。在 5G 芯片、AI 处理器这种高功耗的元件中，白银材料可以快速导出热量，起到散热的效果。而且白银还拥有非常优异的延展性，1盎司的白银可以拉成2公里长的细丝，这意味着它可以轻松塑造成纳米级的导线或者薄膜，适应芯片微型化的需求。除此以外，白银还相当的稳定。铜和铁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会生锈，而白银在常温下几乎不会与氧气和水发生反应，这样就可以保证电路的长期稳定。所以凡是涉及到电路的产业，尤其是一些高精尖领域，都会用到白银。它就像工业的味精，用量很少，但是不能没有。比如一部智能手机大约需要用到 0.2 到 0.3 克的白银，一辆新能源车大约需要用到白银25到50克。目前白银需求最大的地方在光伏领域，光伏电池就是把太阳照射的光转化为电能，这是一个转化效率很低的事情。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白银的损耗，人们选择在光伏组件上涂抹银浆，负责高效的汇集和导出电流。从2015年到2023年，全球的光伏电池产量从25吉瓦增加到了600吉瓦，而光伏银浆的需求量也翻了10倍。2023年，光伏用银达到6019吨，也就是1.2亿辆白银，同比增长 64%。虽然近2年光伏的装机量增速有所放缓，不过全世界仍然处于碳中和的发展阶段，光伏的需求依然是持续增长的。而且未来我们可以预想到，随着 AI 产业的发展，电子电器的规模越来越大，对白银的需求量还会不断增加。然而，白银的供给却越来越有限。2024年，全球白银的供给量约为 3.16万吨。最近10年，白银供给量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从2016年到2024年，白银供给的年复合增速为 -0.5%。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新能源车和光伏产业的崛起，白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我们看这张图上，蓝色的柱子是白银的需求量，深色的柱子是白银的供给量。可以看到市场已经连续4年出现供不应求。2024年，全球白银的供给比需求少了4600多吨，这相当于全球白银供给量的 15%，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口。白银为什么会这么缺呢？因为这玩意儿很不好开采。白银在自然界中很少是以纯银的形式存在，更多是和其他金属共生的，比如说金银矿、铅锌银矿、银铜矿等等。在大多数矿山中，白银并非主要的开采目标，而是开采其他矿物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所以白银的供给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稳定的。最近几年，无论是世界银矿还是中国的银矿，产量都在持续下降，而且过去10年，全球矿山的平均银品位下降了约 30%， 这意味着开采白银的难度加大了。想要得到同等数量的白银，需要投入更高的成本，因此白银的成本中枢一直在抬升，白银的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了，用出去这么多的白银，我们不可以回收吗？确实，目前各国也在大力的推进废银的回收，不过整体来看回收银只占到白银总供给量的 20%， 整体基数较小，白银的来源还是以矿产为主。其实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白银和黄金有一个明显的区别，社会上流通的黄金总量其实是不怎么变的，而白银是实实在在的消耗品。人类历史上开采出的绝大部分黄金仍然是以首饰、金条或者官方储备的形式存在，无非就是在不同的人手里面以不同的形式在打转。但是白银被做成光伏、手机、汽车等等成品之后，往往难以回收，用一点少一点，所以长期来看白银的供应关系会越来越紧张。而最近1个月，全球正在上演一场抢银大战，国际市场上流通的白银近乎枯竭，银价加速飙涨。2025年10月，白银的月涨幅最高达到 20%， 对于大宗商品来说，这是非常夸张的。银价在短期之内的暴涨，是美国、印度和国际投机客哄抢白银的结果。首先是美国人发起了这场战争。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全球的白银储量，秘鲁、澳大利亚、俄罗斯分别位于前3，中国的储量位居第4，大约占到全球的 11%， 而美国大约只占到 4%。从产量来看，墨西哥和中国是目前最大的产银国，美国的白银产量同样只占到全世界的 4.4%， 美国对白银的进口依赖度高达 64%， 是全世界最大的白银进口国。我们前面说过，白银主要是用在光伏、半导体、新能源车等等产业，这些先进制造业正是大国博弈的关键所在。如果白银断供，会直接影响到供应链安全。因此
2025年8月26日，美国地质调查局把白银列入关键矿产草案清单。白银和锂、钴、稀土等等材料一起被视为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材料。同时，根据美国贸易法第232条，允许美国政府对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或者实施限制。那么这就意味着白银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会被加征50%的关税。为了避免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的白银交易商开始提前囤积白银。过去几个月，一箱一箱的白银被装上货运飞机，从伦敦运往美国。毕竟现在只是支付一下物流成本，而一旦加征了关税，就需要多花50%的成本。第二个抢赢的是印度。印度的排灯节在每年的10月中旬到11月之间，这是印度人最重要的节日，可以类比为我们的春节。在排灯节的第一天，人们会购买金银制品，以此来迎接财富女神拉克希米，祈求来年的富足。但是由于今年的黄金太贵了，人们纷纷转向抢购白银。印度的多家银店售罄，人们排起了长队买银，在市场价的基础上还要多加价20%才能买到。据统计，今年排灯节的金银消费达到约6000亿卢比，也就是约486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比增长了25%。由于印度本土的产银量也是很少的，他们80%依赖进口，所以印度的爆买也造成了国际市场上白银紧缺。有不少媒体认为是疯狂的印度老哥把伦敦的白银买到枯竭。第三个抢赢的是伦敦的投机客。伦敦是世界的贵金属交易中心，近些年，伦敦市场自由流通的白银库存量持续下降，从2019年的8.5亿盎司已经下降至了不足2亿盎司。而短期内，美国人运走大量白银，再加上印度老哥的爆买，伦敦白银现货骤然减少，几近枯竭，这可害惨了国际市场上做空白银的投机客，形成了一轮史诗级的逼空。那什么是做空，什么就是逼空呢？我这里用最简单的人话来解释一下比如说白银现在是100块钱，我觉得下个月白银会跌到80块钱，这个时候我去和市场上的其他人签订了一份买卖白银的协议，在下个月的时候，我会用100块钱的价格卖一份白银给他。实际上我手里面其实并不是真的有白银可以卖给他，我心里面盘算的是，等到下个月白银跌到80块钱，这个时候我去低价买了白银，然后把货交给这个笨蛋，而他需要支付给我100块钱，我就净赚了20块，这个就是做空的原理。但是呢，目前由于伦敦市场的白银紧缺，空头根本就找不到白银去交货，这眼看着交割日期越来越近了，为了避免违约，他们只能到处去高价收购白银，反而进一步推动了银价的飙涨，空头们最后亏得连渣都不剩，这个就是所谓的逼空。所以我们看到10月上旬的白银就像坐上了火箭一样，以接近90度的斜率一路蹿升，突破了53美元每盎司，创下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高。其实白银这一轮疯涨是源于金融、工业需求、地缘政治、投机交易的天时地利人和。目前随着印度排灯节前的购买热潮降温，以及短期内实在是涨太多了，白银已经从高位回落。讲到这里墨鱼需要提醒大家，白银由于流通盘比黄金更小，所以它的波动很大，难以把握。本期视频的重点在于给大家科普白银的知识，提供尽可能详实的数据和分析思路，不涉及任何投资建议，希望大家注意风险，不要上头。到现在无论是白银的长期供需关系，还是短期疯涨的逻辑，大家应该都已经搞清楚了。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小结，白银这一轮飙升并不是单纯的投机浪潮。首先，白银和黄金在稀缺性和物理属性上高度相似，作为贵金属，白银价格和黄金价格存在联动。第二，白银不只是贵金属，由于光伏、新能源车领域的应用，白银的工业需求持续增长。第三，由于银矿产出不稳定和成本的抬升，白银的供给逐年下降，供不应求的缺口越来越大。如今在大国博弈之下，白银已经从贵金属转为了战略资源。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如果觉得有所收获的话，还请点个关注，支持一下摸鱼。我还会继续推出更多有价值的干货。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886。